好的，朋友們，英格蘭大英帝國終於拿下了2-0。本場比賽36歲的中場球員喬丹·亨德森，他也成為首位參加過4屆世界杯的英格蘭球員。今天這一場，主教練圖赫爾終於放手搏了一把，安排了6名球員投入進攻。但英格蘭的邊路對比像巴西、法國這樣的球隊，真的是太廢，也就只有貝林厄姆和哈里凱恩。要想創造奇蹟，只能靠這2位大爹。今天貝林厄姆1個進球1個助攻，哈里凱恩1個進球，薩卡1個助攻。凱恩本賽季為俱樂部和國家隊加在一起已經打入了70個球，這既超越了 C 羅生涯最高產單賽季的69球，也超過了梅西個人第2高產賽季的69球。目前排在他身前的就只有神聖的梅西，在11-12賽季創造的82球紀錄。果然，加納巫師說給凱恩解除了封印，於是他馬上就對巴拿馬拿到了進球。而今天在貝林厄姆破門以前，英格蘭在小組排第2。如果真是如此，他們将落位上半区，和德國、法國、荷蘭、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時展開大混戰。16分之一決賽的對手會是葡萄牙。好在貝林厄姆破了門，5分鐘後又助攻凱恩鎖定勝局。至於其他的幾個邊路球員，加在一起都沒有貝林厄姆好用。英格蘭的幾個邊鋒確實太菜了，特別是拉什福德。英格蘭隊如果想走得更遠，拉什福德最多只能替補，而戈登也不咋地，看戈登的折返跑也不會制造多少威脅。所以世界杯前大家都說英格蘭這一屆球員極為豪華，但是從友誼賽打日本開始，我們就發現歷史第1水貨英格蘭這一屆又水了。所以真是好在有個貝林厄姆，今天他成為了英格蘭隊史在世界杯單場又有助攻又有進球傳射最年輕的球員。22歲363天，是英格蘭隊當之無愧的大腿。而哈里凱恩在世界杯歷史上的11個進球已經追平了科奇士和克林斯曼，並列歷史第8。而他作為歐洲球員，在大賽的進球榜18個球已經排到了第3，僅次於 C 羅和克洛澤。接下來對英格蘭隊本屆世界杯的命運，老 K 已經不抱幻想，本是滿懷希望，踌躇滿志。可這踢的比賽內容，图赫爾甚至比索斯蓋特都要差。一群天才球員在他手底下，而像今天巴拿馬前2場全輸的球隊，到了英格蘭這裡，竟然英格蘭組織不起像樣的進攻，贏球全靠天才球員的靈光乍現。所以真還就像斯科爾斯說的，英格蘭還不如帶上小將恩古莫哈，還有阿森納的道曼什麼的，起碼比現在這死氣沉沉的看着強呀。好的，淘汰賽即將開始，感謝大家的支持。老 K 做節目確實也辛苦，但誰叫這是4年1次的世界杯呢？喜歡的話，歡迎您點讚訂閱。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好，另外一邊，克羅地亞2-1戰勝加納，於是 K2 的落位正式產生。葡萄牙將在16分之一決賽對陣克羅地亞。今天40歲的莫德里奇和37歲的佩里西奇聯袂首發，追平了世界杯史上隊友聯袂出場的最高年齡紀錄。這場球的最後20分鐘，莫德里奇的助攻加上幾次關鍵的防守，老當益壯，越老越香，越老越妖。越老到了比賽最後了還最拼。雖然跑動覆蓋範圍已經不如過去，但在中場轉移和調度以及高質量的定位球，莫德里奇依然能發揮巨大的作用。而且別忘了世界杯的強度太高，3天1場比賽，所以這也讓我們的歐冠之王小老頭最近真的太累。好在今天國際米蘭22歲的小將蘇切奇石破天驚的一腳當選全場最佳，這腳射門跟過去梅西那個貼地斬有一拼呀。加納隊即使有巫師加持，但格子軍團平時不看恐怖片，誰管你這個？克羅地亞仍然那麼堅韌，莫德里奇依然拼到了最後1秒，這也許就是格子軍團的球迷那麼喜愛他們的原因。這幫老哥是真的信仰足球，明明小組第3名可能更有利，但絕不踢默契球。你可以說克罗地亞进球的能力一般，但是大家一直在努力。所以雖然小組第3的平局對克羅地亞更有利，但大家就欣賞他們這樣的拼勁，享受比賽就好，出現就很滿足，要對得起自己心裡那個純粹的足球。好，烏拉圭0-1輸給西班牙，這場球是在內憂外患，特別是更衣室已經爆炸的情況下。從大賽前蘇亞雷斯開炮，到最後烏拉圭名宿迭戈·努加諾公開怒噴，他說：我覺得貝爾薩從來沒搞清楚自己身處何方，球員們也從來沒有讀懂貝爾薩。烏拉圭足協最大的錯誤就是帶着貝爾薩來踢世界杯，他們被那份天價合同綁住了手腳，
而合同恰好在本屆世界杯期間到期。我希望烏拉圭永遠不要再犯這種錯誤了。那麼貝爾薩過去雖然是瘋子主帥，也曾經有過輝煌的戰績，但他第3次帶隊出征世界杯，結果令人失望。他首次帶隊是02年，帶領阿根廷隊出征韓日世界杯，最終1勝1平1負小組出局。2010年南非世界杯帶領智利隊2勝1負和西班牙攜手出線，但在1/8決賽被巴西淘汰。本屆世界杯帶着烏拉圭和西班牙沙特佛得角同組，出現第2熱門卻慘遭淘汰，特別是他盲目信任的老門將穆斯萊拉，連續3場犯錯，而他在落後時換下巴爾韋德，種種操作都遭到了質疑。最終他3次帶隊出征世界杯，只取得了3勝3平4負的成績。當年阿根廷巴蒂斯图塔的最後一屆世界杯也是被贝爾薩帶沒的。不過由於烏拉圭的出局，巴薩球員阿勞霍倒是可以提前歸隊，按時參加巴塞羅那的季前訓練。阿勞霍去了一趟世界杯，結果什麼比賽都沒踢，放了半個月假。新賽季的季前訓練就又開始了。他已經被徵召參加過2屆世界杯，卻還沒有迎來自己世界杯首秀。有意思的是，本屆世界杯各大名帥在賽後的採訪頻頻都是情緒失控，觀感實在糟糕。烏拉圭主帥貝爾薩賽後在等待採訪時也是對着記者大喊大叫，主帥們的壓力之大可見一斑呀。現在烏拉圭的曼聯中場烏加特左膝也遭到了 ACL 重傷，可能傷缺9到12個月。2平1負無缘出線之後，烏拉圭隊史上首次連續2屆世界杯都止步小組賽。今天在比賽臨近尾聲的時候，他們的球員卡諾比奧已經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最後一個非铲库巴西被直紅罰下。但關鍵是在此前每一次場上的爭議都是他一個人頂在最前面，跟裁判在那兒逼逼，連裁判他都嚎來嚎去。被紅牌罰下之後，他也拒絕下場，整個人已經徹底失去控制。好在隊友是死活賴活把他給拉住了。即使如此，最後他還說：“我絕對沒有亮鞋釘，我是用的腳側面。”這還真是睜着眼睛說瞎話呀！他的這一次嚴重粗野犯規，國際足聯甚至賽後可能對他禁賽6場。此外，他對裁判的反應還有可能讓他再被追加1場停賽。這哥們兒在隊友放倒尼克威廉斯的時候，他就跑過來大聲對着裁判怒吼，當時裁判就已經盯上他了。別以為裁判沒脾氣，這一腳下去，裁判想都不想直接紅牌。說真的，卡諾比奧也許也早就該被罰下去了。上半場開始就不停的犯規，連續犯規了許多次，下半場更加的變本加厲。這也是在球隊被淘汰邊緣，最後跟瘋了一樣，純粹的崩潰。那麼最後，西班牙和佛得角晉級，烏拉圭和沙特出局。佛得角讓世界看到了他，而貝爾薩則毀了烏拉圭。不過，西班牙的邊鋒尼克威廉斯和皮諾在對烏拉圭的比賽都受了傷，2個人都将接受檢查。後面的比賽還能不能打很難說呀，尤其是尼科。現在奧爾莫完全沒有2年前的狀態，尼科也不在，西班牙就剩一個右路的亞馬爾，整個進攻方面完全缺乏銳利度。這場比賽其實他們容錯空間很大，實際上只需要1場平局。所以主教練德拉夫恩特在派出亞馬爾的同時，在右後衛上使用了略倫特，以此來對中後場進行額外的保護。貝爾薩的烏拉圭繼續堅持4-3-3體系，通過球員的換位可以輕鬆地轉化為3-1-5-1的站位，甚至有時候變成著名的3-3-1-3。但貝爾薩的陣型需要高強度的跑動量和非常默契的傳跑配合。在部分俱樂部的時期，他還能獲得如此的環境，比如在比爾巴鄂競技和利茲聯隊。但在其他的俱樂部，由於配合不夠默契，經常出現帶隊不足1個賽季，貝爾薩就只能選擇辭職。所以他腦子裡心目中那種完美的戰術很難打出來，特別是球員們非常難以忍受他那種始終高強度的訓練。而西班牙隊還是無法排除尼科加亞馬爾的雙邊鋒組合，在左路只能繼續使用巴埃納，而今天的左後衛庫库雷利亞很難經常插上參與進攻，所以巴埃納在前場也沒有什麼表現。全場41次觸球，丟失球權竟然高達15次，這也反映出烏拉圭的逼搶確實兇，確實狠。但西班牙左路進攻就很難分擔亞馬爾身上的職責，唯一的進球還是亞馬爾從一側打開了局面，他在邊路吸引了2個人的防守注意力，讓插上的略倫特有了空間和機會。於是略倫特直接用傳中找到了禁區內唯一的點巴埃納，巴埃納的射門其實沒有質量，但烏拉圭門將穆斯萊拉再次低級失誤，直接送給了西班牙队唯一的進球。這一場西班牙掌握了67%的控球率，但最後只有6腳射門，射正的更是只有巴埃納那低質量的一腳，所以能贏球全虧了穆斯萊拉。
這場失誤也導致穆斯萊拉低級失誤的集錦視頻在 YouTube 上瘋傳，他的手型問題一直就解決不了。而今天收穫進球的巴埃納，他在賽後說，每個孩子都夢想能在世界杯上為西班牙進球，今天這個進球非常特別，我想將它獻給瑪利亞，她是一個患了癌症的女孩，今天是她的生日，是她在天上幫助我打進了這個球，我看了回放，我確信是她在天上輕輕地踢了一腳。那麼關於巴埃納，23年的時候，他和巴爾韋德還有一段恩怨。當時巴爾韋德的妻子懷孕，中途一度出現了妊娠危險，差點流產，全家人壓力非常大。據後來媒體爆料，當時在黃色潛水艇的巴埃納在場上發生了口角，對巴尔韋德說出了傷人的話，說：“哭吧，你的孩子生不下來了，你的孩子保不住。”還做出了模仿對方痛哭的挑釁動作，這徹底觸碰了巴爾韋德的底線。不過巴埃納自己倒是始終否認說過這種話。在那一場皇馬輸給了比利亞雷亞爾，賽後巴爾韋德在球場停車場的大巴旁邊堵住了巴埃納，揮拳打在了他臉上，導致巴埃納眼部受傷。巴埃納當場報警起訴，但最後因為證據不足，警方撤銷了案件，足協也沒有追加對巴爾韋德的禁賽處罰。但此後两個人每次交手都火藥味十足。後來巴埃納轉會到了馬德里競技，在西甲的對決，巴爾韋德一次兇狠的背後飛鏟，直接吃到紅牌，這明顯是帶着私人的矛盾。現在的巴爾韋德依舊耿耿於懷，他表態有些底線任何人都不能逾越。但現在皇馬的巴爾韋德、居雷爾都已經提前迎來假期。对了，在今天的比賽中，穆斯萊拉低級撲救失誤之後，中場貝爾薩就做出了罕見的調整，將他換下。要知道，在世界杯的比賽中，如果不涉及傷病，門將在中場休息時被換下極少。上一次還是1994年世界杯的季軍賽，當時保加利亞對陣瑞典，上半場就丟了4個。不過今天賽後，貝爾薩說，這是穆斯萊拉自己決定要下場的，但出局是我的責任。而我今天換下巴爾韋德，是想讓進攻端更具衝擊力。好吧，不管怎麼說，現在6缺1，南美的6支球隊出戰世界杯，5隊出線，只有烏拉圭出局，而穆斯萊拉也成為首位單屆世界杯就3次送禮的門將，也算是一世英名毀於一旦呀。其實更大的責任仍然在主教練，已經連續低級失誤了1次2次，你還讓他繼續當主力？40多歲的人有時候來世界杯，人家就是氣氛組的，把他放在了不該放的位置上，這是主教練的鍋呀。而接着烏拉圭被淘汰出現的佛得角，他們出現以後確定將會對陣衛冕冠軍阿根廷隊，所以這支國家隊世界杯前4場比賽將面對3個世界杯冠軍。主教練布比斯塔過去那句話，我們佛得角晉級世界杯的意義就是讓世界能看見佛得角，這話的含金量還在持續上升。而今天這場比賽有趣的是，烏拉圭全場都極為兇狠，但雙方共計發生了27次犯規，烏拉圭13次，西班牙的犯規次數竟然14次，比烏拉圭還多1次。這裁判的尺度控場能力啊，怎麼搞的？而比賽中最帥的還是佩德里，經常能看到烏拉圭球員3、4個圍着他，但他仍然把球給摘出來。雖然老 K 也看了不少巴塞羅那的比賽，但今天的佩德里多少還是有點超自然了。特別是他一個晃動，竟然把烏加特給晃下去，烏加特反而把自己給拉傷了。防守的時候，佩德里要回追，進攻還要給前面的隊友餵球。看他踢球，就像嘴裡嚼了一款非常非常高級的巧克力一樣絲滑。佩德里的洗球能力太強，頂級的擺脫，偉大無需多言。而亞馬爾今天被防得太死，總體表現一般。但亞馬爾的女友倒是不斷的曬照片。足球不能缺少美女，世界杯不能缺少這道風景。那麼佛得角這場球和沙特戰成0-0出現，老門將沃奇尼亞再次成為所有人的英雄。戰平之後净勝球0，完全是把韓國往火堆裡坑啊！每做出一次撲救，他的母親就在看台開心的手舞足蹈，這是真正的男人的幸福。所以世界杯不會埋沒普通人的夢想。40歲的沃奇尼亞和佛得角隊繼續在全世界、全地球範圍內不斷的圈粉。現在據說至少已經有3家巴西乙級俱樂部想簽下他們的門將沃奇尼亞，而他在社交媒體上的粉絲數已經從賽前不到6萬激增到目前超過1000萬，還引起了不少知名品牌的注意。據佛得角足協的高層人物透露，我們整個足協一共只有10個人，1名主席，9名副主席，但一線執行團隊很小，本次世界杯負責統籌工作的只有5個人，後勤呀、行政呀、裝備管理呀，一個人要身兼數職，
球隊有專職的教練組和醫療團隊，但足協本部人力和資金非常有限。我們的預算和歐美強隊相差1000倍以上，但我們骨子裡不服輸。佛得角人向來擅長抗爭，當年為了獨立抗爭，為了民主抗爭，為了建設完整的國家抗爭，在足球同樣如此。我們就像藍鯊一樣，以獨有的方式和世界頂級強隊同台競技。現在還有不少中國人在佛得角工作生活，我們的國家體育場就是中國政府援建的項目。我們為了走到今天這一步，整整籌備了10年。歡迎大家來佛得角，我們足協的總部在普拉亞，其他3座島嶼上都有足球基地。我們已經定下新的目標，衝擊非洲國家杯前3，全力爭取下一屆世界杯的出線資格。我們會為之全力以赴的。那麼沃奇尼亞出名之後，他的母親在美國在世界杯賽場內外也廣受歡迎。不過場外，佛得角的隊長門德斯被指控性侵了一名巴西女性。这位女性在3月份佛得角国家队在新西蘭集訓期間擔任球隊的翻譯。目前新西蘭當局正在調查，材料顯示受害者身上有明顯的傷痕，包括多處淤傷和咬痕，所以情況也許有些嚴重。據該巴西女性表示，報案後她曾經試圖和佛得角足協溝通，但沒有得到回應。據她陳述，在當地第1場比賽結束後，她被邀請到球隊專用的一間房間參加聚會，但進入後意識到是派對，就返回了自己房間。不久後聽到敲門聲，以為是工作相關，便開了門。門外正是隊長瑞安·門德斯。據說他對這名女性進行了毆打和啃咬，試圖實施性侵。儘管女性進行了強烈的反抗，但依然受到了傷害。所以足球也是社會的一部分，任何在社會上發生的事情，在足球世界也都有投影。那麼我們會繼續關注，看看事實真相最後到底如何。而今天戰平歷史性的進入淘汰賽之後，佛得角的主帥布比斯塔和球員們在更衣室狂歡，他抽着雪茄和球員們一起跳舞。這個教練是有真東西的，防守的紀律性和一致性讓人不可小視，戰術的執行力很強，非常適合保級球隊的戰術。而接下來佛得角對阿根廷，取勝的一方將在1/8決賽面對澳大利亞和埃及的勝者。接下來這個50萬人口的火山島國將對決世界球王梅西。有趣的是，在佛得角和沙特比賽哨響的一刻，他們並沒有立刻慶祝，而是集體留在場邊，緊盯着另一場比賽最終的結果。當西班牙鎖定勝局的瞬間，現場情緒瞬間引爆，從緊張到狂喜。這支本屆世界杯最大的黑馬終於拿到了自己最好的結果。小組賽打了3場，他們雖然沒有贏球，但也沒有輸球，這是真的硬。連續踢了歐洲杯冠軍、美洲杯冠軍、亞洲杯冠軍，接下來還要踢世界杯冠軍。比賽本身沒什麼好說的，但佛得角的球員身體太好，運動能力、對抗方面都碾壓沙特，導致沙特起高空球基本搶不到第一點，邊路爆湯也瘋狂被斷。不過技術方面，大部分佛得角的球員確實很一般，停不住球，帶不過去，射門和傳中都沒譜。所以這場比賽的劇情就是沙特被斷球，佛得角前場解圍，沙特斷球之後又無效的起高球，完全自己又搶不到。好，比利時終於在最後一輪小組賽5-1狂勝新西蘭，德布勞內1個進球，特羅薩德2個進球，盧卡庫1個進球1個助攻。但比賽中真正的明星還是多庫，很明顯他比其他所有的球員都要高出一個檔次，只是突破沒有問題，射門技術還得再練。踢世界杯比英超輕鬆多了，突就完事兒。比利時的淘汰賽還得靠多庫，而阿森納的左邊路特羅薩德穿着10號，他是這支比利時隊現在的大腿。3場比賽都踢得很好，除了門將庫爾圖瓦之外，進攻端的許多威脅都是特羅薩德創造的。而德布勞內的球迷們終於爽了，35歲的德布勞內進球之後的歡呼動作，這麼帥的遠射讓無數的曼城球迷想起了過往。今天還有替補出場僅僅11分鐘的盧卡庫，員外上場時間雖然少，但1個進球1個助攻，奉獻不遑多讓啊。他現在的啤酒肚小平頭，踢主力確實夠嗆，但是作為替補綽綽有餘。國家隊128場直接制造了109個球，這樣的效力也算是殿堂級別的啦。這一批老將即將老去，新的小將正在冉冉升起。
比利時布魯日隊18歲的小將比西武現在已經吸引到巴塞羅那的興趣，只是布魯日隊的要價超出了巴薩的心理預期。但這是一名年輕並且潛力無限的球員，巴塞羅那既然盯上了，那肯定不會錯。價格談不攏沒關係，英超諸強趕緊出手啊！說不定3年後就是下一個多庫呢。好，贏球之後，德布勞內的妻子也曬了照，沒什麼好說的，稍微防一防那個隊友高大的門將就行。德布勞內賽後說，我剛迎來結婚9週年，我的妻子和孩子們都告訴我會進球，他們為了來這裡付出了許多努力。去年我們在那不勒斯遇到了很多挑戰，我們所有人都非常努力。我清楚我再也不會是9年前的那個德布勞內了，這很正常，但我也為此感到自豪。在為比利時效力的16年裡，我一直盡全力幫助這支球隊贏球。接下來是一場淘汰賽，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所以對我來說，為自己的國家踢球本身就很有趣兒。個人記錄那不重要，如果看這些數據，你會發現自己已經把足球踢得很好，踢得很久了。那麼至此，槍手阿森納成為最大的贏家。本屆世界杯每一位參加了的現阿森納球員都進入了淘汰賽階段，一共15人整齊的過關。在這方面，阿森納球員的成績讓皇家馬德里有些汗顏呀。新主帥穆里尼奧只說了一句：“哎，你們早點回來，我們早點開始季前訓練。”就沒想到一個一個的皇馬球員跟着了魔一樣，小組賽踢完就直接回皇馬了。那麼今天庫爾圖瓦代表比利時參加了他第18場世界杯比賽，成為了比利時隊史在世界杯出場次數最多的球員，而且他高階低檔首發出戰打滿全場，表現非常出色。他超過了過去紅魔比利時隊長西福的第17場。老 K 剛剛開始看球就非常的迷1986年的紅魔隊長西福，他在墨西哥世界杯帶領比利時隊殺入了4強，還拿下了賽事最佳年輕球員。1990年的世界杯，他又打進了歷史10大經典遠射。西福效力過国際米蘭，他很小的時候外號叫小貝利。1983年只有17歲的西福在熱身賽對上了擁有馬拉多納的巴塞羅那，自己一個人直接打進3球，一場比賽一戰爆紅。他本身父母是意大利西西里的移民，父親是在比利時的礦工，所以比利時足協趕緊開會，緊急加急給西福辦理了比利時的國籍，趕在1984年歐洲杯完成了入籍。1987年的國際米蘭以足壇天價簽下了他，可惜在意甲高強度的防守面前，他完全水土不服。後來輾轉波爾多隊，23歲的西福差點心灰意冷，直接退役，直到名帥魯克斯在歐塞爾隊將他重新激活。1990年世界杯对陣烏拉圭的西福橫向拿球，先向側方小步的倒退調整，雙腳騰空發力，踢出了一腳貼地的遠射，那一個直鑽死角的進球，過去許多年都常年穩居世界杯歷史10佳進球榜單。西福這個球員球風極為華麗，可是防守的跑動極少，教練們經常批評他過於沉迷於個人的盤帶，不喜歡簡單的傳球。他是足壇典型的天才一般的孤狼，性格也內向孤僻，和隊裡面許多的隊友關係都緊張。但他連續征戰過4屆世界杯，是比利時初代黃金一代的旗幟。1998年法國世界杯，球隊小組賽出局，教練提前將他換下，心高氣傲的西福就此退出國家隊，再也沒有為國出戰過。他是比利時足球的開山傳奇，小時候踢業餘聯賽4年就狂轟了432個球，進入安德萊赫特青年隊3年又打進了135個球，他的進球效率極為離譜，而且撐起了80年代、90年代歐洲紅魔比利時的半邊天。今天沒有想到，以庫爾圖瓦這個記錄，又讓老 K 想起了他。所以世界杯某個感動過你的故事，永遠都藏在那個抽屜裡，不經意間不知道被誰就會輕輕地拉開，它蹦出來又會嚇你一跳，你才會跟老 K 一樣，才想起自己已經喜歡世界杯那麼多年了。那麼這一場也算是以德布勞內為首的黃金一代的落日餘暉。第84分鐘，新西蘭扳回一球，這一個進球就將比利時從當時積分榜第1的位置踢成了第2。而第85分鐘替補登場，第86分鐘就完成破門的盧卡庫帶着球隊搶回了小組第1。讀秒階段，他為隊友又送上了助攻。員外盧卡庫，也許許多人嘲笑過你，但老 K 足球新聞之前已經為你做過專題。在我的心裡面，世界最好的足球高中鋒永遠有你的一席之地。而另一場，伊朗隊1-1逼平埃及，伊朗的將帥已經盡力了，最後能否晉級世界杯淘汰賽，完全落在了烏茲別克斯坦手中。韓國和伊朗隊想出線，都需要烏茲別克不輸給民主剛果，而阿爾及利亞隊贏球就要去踢西班牙，輸球要被淘汰。
奧地利輸球呢也可能被淘汰，輸2球以上被淘汰，輸1個球就要看剛果那邊的情況。所以這2個隊可能不會太激進，大概率默契踢平一起出現。不過阿爾及利亞和奧地利有世仇，而且還很深。那還是1982年世界杯，阿爾及利亞队史上第一次打進世界杯，首輪爆冷2-1擊敗了西德，第2輪0-2輸給奧地利，第3輪擊敗智利，拿到了2勝1負。這時候西德和奧地利只要踢出1-0的比分，兩隊就都能憑借淨勝球攜手晉級，直接擠掉阿爾及利亞。果然比賽開場10分鐘西德打進1個，剩下整整80分鐘，兩個隊全程都在倒腳，消極擺爛，完全不進攻，明目張膽地控制比分。這場假球在歷史上被稱作西紅之恥。最後阿爾及利亞只能遺憾出局，搞得他們全國球迷極度的憤怒，從此和奧地利結下了長達幾十年的世仇。從此以後，為了杜絕默契球，國際足聯硬性規定，小組賽的最後一輪2場比賽必須同時開球，這也一直沿用至今。但正賽他們只交手過這一次，長達44年沒有在世界杯再相逢。可雙方球迷一直把对方當作死冤家、死對頭，所以這一場時隔44年的復仇之戰，歷史的劇本怎麼演，咱們拭目以待。而在埃及和伊朗的比賽後，整整等待了71個小時的蘇格蘭終於被拔了管子，徹底宣告小組出局。他們積3分，淨勝球-3。烏拉圭積2分的出局，推遲了蘇格蘭的死亡時間，讓他們又能再拖1天。但71個小時之後，加納神醫也無力妙手回春，蘇格蘭的出線概率正式歸零。而今天伊朗隊球員雷扎揚憑借第14分鐘的補射破門，幫伊朗扳平。他整場比賽還貢獻了4次搶斷，1次攔截，當選全場最佳。現在可謂是伊朗還剩10%的希望，韓國就只有1%的希望。而比賽看完，伊朗隊員確實踢得太硬了，你無法不為這樣的一支球隊鼓掌。最後的幾分鐘極為的激情，可惜最後腳尖越位，要不然真的絕殺那就太偉大。他們这次在最不公平的美國的对待下，頑強的堅持比賽。最後無數的球迷都在為伊朗球員振臂高呼，只可惜最讓人振奮的最後幾分鐘奇蹟沒有到來。但對伊朗隊來說，能來到這個世界杯的舞台已經被值得尊重，尤其這是在美國舉辦的世界杯，他們是站着死的。想起2018年的世界杯，伊朗隊也是小組賽血拼到最後一刻，而本屆他們面對最大的壓力、最艱難的環境，依然堅持到最後時刻不放棄，確實令人感動。好的，淘汰賽即將開始，感謝大家的支持。老 K 做節目確實也辛苦，但誰叫這是4年一次的世界杯呢？喜歡的話，歡迎您點讚訂閱。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